当身体想要做某个动作，却发现关节的动作模式没办法顺利完成，大脑就会自动衍生出替代动作来完成这个任务。这自动衍生出来的动作就是代偿。像是如果我要举手，可是我的肩膀卡住了，但是我只要把身体往后仰，手也能举起来。这状况我们就可以说是腰在代偿肩膀。当然，在正常的状况下，不会有这么明显的代偿。最常遇到的状况会是像这样，或是这样小幅度、小范围的代偿，所以一般人很难自行察觉，日积月累就会变成习惯。本节目由 Hold On 举重床独家赞助播出。Hold On 举重床与你一起预约更好的明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物理治疗师 Josie。今天这部影片我要让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喜欢翘脚，翘脚又会带来什么问题，以及该怎么解决呢？在开始之前，我要先让大家知道核心的力量是什么支撑我们的身体的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肋骨和骨盆中间只有一根脊椎，旁边都空空的。而在全世界最好的脊椎运动那集里，我有提到，脊椎最主要的功用是保护里面的神经和连接身体，支撑不是脊椎最主要的任务。所以在腰椎这边，负责支撑和稳定的任务就落在核心肌群上了。如果核心肌群左右力量不均衡，就会从骨盆和肋骨这边开始歪斜，所以我又叫它核心不对等。如果你在核心不对等的状况下，不管坐着还是站着都会歪一边。当你坐着的时候，身体如果是歪的，大脑就会发出不稳定的讯号，让你透过翘脚这个动作来收紧大腿、锁定髋关节、卡住胫下关节、骨盆后倾，来降低身体的重心，去维持身体的稳定。这就是一种稳定性不足的代偿。当你长期运用这种代偿来稳定身体，它就会变成你的筋膜记忆。你一旦解除翘脚的姿势，就会让你浑身不对劲。这时候你的筋膜大概也已经被塑形成翘脚的样子了。一旦筋膜塑形，那就会更难改掉翘脚的习惯。但要知道的是，变成习惯是结果，在习惯之前，你的身体是因为核心不对等，才让你不得不养成翘脚的习惯。所以我们要解决翘脚的这个问题，首要任务就是先要让核心对等，接着解除筋膜塑形，最后才能改变你的习惯。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运动吧。第一个运动，骨盆回正运动。一开始正躺，屁股抬高，肚脐往肋骨的方向收紧后，将骨盆一节一节的放下来，使平躺时腰椎可以平贴地面。接着抬起你的双脚，让大小腿弯曲，过程中肚子保持缩紧，腰椎平贴。接着将左手放在左边大腿上，右手放在右边大腿下。等等，我们要做的是将左边的大腿往上顶住左手，将右边的大腿往下压住右手。在出力的过程中，保持双膝对齐，两边力量均等出力，一次出力持续5秒。换手，换成右边的大腿往上顶住手，左边的大腿往下压住手，一样停留5秒。5秒之后，双手放在外侧，双膝往外顶住双手，一样停留5秒。接着，双手2颗拳头放在膝盖中间，双膝往内夹拳头，循环重复这个动作3次。吸气，吐气出力，维持5秒，肚子保持缩紧。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脚的力量慢慢的传递到手上，不要忽然很大力的推拉，总共3次循环。翘脚会让我们的身体重心偏移，两侧骨盆就会变得一边往前倾，一边往后倾。时间一久，骨盆就会卡住，无法回正。这时候我就可以透过这个运动，让大腿前后两侧的拮抗肌群互相发力，用肌肉把骨盆拉动回正。训练过程中，腰椎尽量保持贴平床面，不要耸肩，脖子也不要出力。第二个运动，核心齿状面对等训练。一开始躺着，将骨盆复位，双脚弯曲45度，将肚子缩紧，稳定核心。接着两脚轮流抬起，吸气，
吐气，肚子缩紧，然后把右边的大腿往下放，脚跟点地板。要注意保持腰椎不拱起。如果你的脚跟还没有碰到地板，腰椎就拱起的话，代表你的核心比较没有力气。在初期可以不要把脚跟下降的这么多，练到腰椎相对稳定之后，脚跟再往下放多一点。12下换边。换边的时候要把骨盆重新复位一次，确认腰椎有平贴稳定之后，再将左边大腿往下放，脚跟轻点地板，过程中保持腰椎不拱起。12下算一组，一天做3组。你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，如果有某一侧的脚在下放的过程中，腰椎比另外一侧容易拱起，那代表这一边的核心稳定度比较差，所以要加强锻炼。你可以在手上面加一个弹力带，手肘伸直，用力往下拉。弹力带下压的这个动作可以让你的腰椎更稳定，核心比较好出力哦。第3个运动，核心水平面对等训练。接下来我们来做弯脚的侧棒式，右手肘放在肩膀的正下方，大小腿弯曲，膝盖往地板压，用这个力量把屁股抬起，保持躯干一直线，骨盆不要往下掉。左手往前延伸，平行地板，接着手再更往前伸，带动躯干往前旋转。过程中，整个右手上臂都要保持力量，一直推地板，避免肩胛骨内翻变成翼状肩胛哦。往前伸到极限的时候，慢慢收回来，到原本的位置。一组12下，一天做3组。在往前延伸的过程中，肚子缩紧，肋骨不外翻，尽量让肋骨的下缘对齐骨盆的上缘，并一起移动旋转，保持核心稳定。这动作可以练到侧边核心的稳定，也可以同时诱发腹内外斜肌，增加骨盆与核心的稳定性。如果你觉得在做的时候发现其中一侧会比较累，那一侧就是比较没力的，要多做一组加强训练才能平衡。核心左右的力量如果不对等，在生活中所有的动作，像是坐、站、走路、蹲等等，尤其是负重的时候，肋骨都容易往无力的那边歪，造成动态的高低肩。这时就可以用这个动作加强无力的那一侧哦。手肘的位置要尽量放在肩膀的正下方。如果做到一半肩膀脖子会酸的人，可以休息一下，分批做，不要勉强一次完成。第4个运动，动态内侧肌群伸展。站着，双脚打开1.5倍肩宽，脚掌打开15度左右。蹲下，屁股往后，膝盖往前。蹲下的过程中，用右手驱动往右边旋转。膝盖保持稳定，不要往内掉。蹲到底的时候，刚好也往右边旋转到底。这动作可以拉伸到螺旋筋膜，一组12下，左右两边各做3组。一开始的时候慢慢蹲，等热身之后再开始加速，不要急着快速做完。我在骨盆歪斜大补帖那集有讲到一个踏步测试本体感觉的方法，可以测试骨盆歪斜的程度。当我们踏步20下以上，骨盆会因为肌肉和筋膜的惯性张力而产生歪斜，而这将会让你知道自己的身体习惯什么样的位置。做完这个运动，可以试试看闭眼踏步是不是有改善了呢？第5个动作，侧线筋膜拉伸。站着，左手叉腰，右脚往前跨过左脚，右脚脚尖轻轻踩住地板。再来，把屁股往右推，右手往左上方延伸。这个动作可以拉到右边的侧线，用动态的方式拉到紧绷后就马上回来，重复12次，一天做3组。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腰部紧紧的，可以的话，你用镜子看看自己的动作，臀部应该要在弧线的最凸点。如果你臀部推不出去，那就代表你臀部水平面上的侧移能力出现问题，要多练习几次。12下后换边。根据研究，每天翘脚超过3小时，可能会导致高低肩、骨盆侧移和头部前倾。所以很多习惯翘脚的人，侧移能力特别容易出现问题，因为他们的骨盆一直卡在某一边。如果你做这个动作，也有某一边特别推不出去，或是特别紧，那一边就要再多练习1组哦。
第6个动作，动态4字形拉伸。先将骨盆复位，把屁股往后推，用坐骨坐到椅子的1/3处就可以开始了。我们先把右脚放在左脚上，脚踝超过膝盖，看起来有点像翘2郎腿。我们先把上半身打直，双手往上伸直，然后以髋关节为支点，身体和手一起往前倾斜，想象用髋关节往后推，这样可以拉到后侧的髋关节囊以及臀部肌群，也能提高髋关节屈曲的活动度。感觉右脚屁股紧紧的，1组12下，每天做3组。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重心可以放在着地的那只脚，确认脚固定好了，屁股再往后推。翘脚会让骨盆处在相对后倾的位置，而骨盆后倾会让腰弯曲的角度增加，所以有腰痛或椎间盘突出的人千万不要翘脚。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髋关节控制能力不好的人很容易会变成弯腰或是歪斜，这样会给腰椎压力。如果要避免这个错误，我们就要让腰椎尽量保持挺直，直上直下。感觉有点像髋关节往后推。最后，强烈提醒，有循环代谢方面疾病的人，像是高血压、糖尿病、静脉曲张或静脉功能不全的人，尽量都要改掉翘脚这个习惯哦。翘脚虽然不会在短时间内对你的身体造成伤害，但就跟久坐一样，对你身体的影响是日积月累的。就像每天都吃一点毒药一样，慢性中毒，让你的关节回正能力出现问题。等你发现的时候，就已经很难改掉这个习惯了。所以下次当你想要翘起你的双脚时，你可以多思考一下，这个错误的姿势对你的身体会不会造成伤害？用这种思维诱导自己练习不要翘脚，多做这些运动。当你的关节拥有足够的回正能力，身体就能做任何动作都不会产生问题，让翘脚成为一个选择，而不是被筋膜塑形或核心无力给禁锢住的习惯。那以上就是本部影片的所有内容。如果你觉得有学到东西，可以按个赞让我知道，也可以分享给那些你喜欢翘脚的朋友，这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